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 DOTA 2新手决视频啊！咱们今天讲一个可以说是全 DOTA 最暴力的节奏型中单了，没有之一了，它应该是就是最暴力的了，属于非常经典的老式中单的代表，就是那种不再是那种刷核什么打中后期的，它就是打前期的，就是对线打爆敌人，然后利用对线打爆敌人的这个经济、装备优势、等级优势去带节奏盘活整场比赛啊，是非常经典的节奏型中单，就是哈斯卡啊。咱们今天的这个第一视角是这个程俊是吧？那个拒绝者的这个哈斯卡啊，渣男代表是吧？然后那个咱们就说一下哈斯卡这个英雄，在这个版本对线是无敌的，你就记住我这句话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，这个版本哈斯卡对线就是无敌的，你只需要把毒龙办了就行了。哈斯卡除了打毒龙非常的难受，剩下的打几乎所有的英雄都是可以打的。然后打90%的英雄都是能够打爆的，哎，就是这么自信，好吧，就是这么自信。然后，所以说在路人局中，哈斯卡永远都是具有那种就是上分英雄的这种能力的啊，就是甚至很多代练哥都会一手哈斯卡绝活啊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对吧？就是哈斯卡无论在哪个版本，基本上都是代练哥的最爱，他一直都保持这个状态啊，就是非常厉害。这个版本它其实经过了一些改动之后，这个威力其实大了很多啊。咱们通过这一视频详细的讲一下。就首先命石，它有3个命石啊，你别管另外2个命石，另外2个命石一个是治疗，一个是减速啊。这那个哈斯卡它就是打输出的，什么治疗啊，什么群体减速啊，这些偏辅助类型的命石都不用带，就带这个就行了。就是治毛可热，哎，反正就是说是增加了自己的消耗，然后也增大了对敌人的消耗。但是呢，我自己有回血，哎，对不对？敌人的回血又不如我强，我吃得起，敌人吃不起，所以说在互相换血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。然后这局对线的是打的是火猫啊，然后这个哈斯卡打火猫随便打，真的就是随便打，你差100-200名都随便打，火猫不可能打得过哈斯卡，只要你注意别在2级左右的时候被火猫用一套爆发给拼死了，就随便打了啊。火猫吃了那个仙草，还是吃了仙草吃了树，还是被烫死了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火猫自己也知道，就是说是他一定要抢2去打一波节奏，如果第一波抢不到2，有人说火猫打这么拼干嘛？就是火猫如果不能在2级抢到，然后用2级去打1级的哈斯卡就没有机会了，就是这么残酷的。我相信老哈斯卡都认同我的这个观点，就是哈斯卡一旦到了2了，有了这个狂闪之血了，就玩不了了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没有一点夸张啊，你们自己去，如果你们感受过哈斯卡打火猫的话，你就知道绝对没有瞎说。然后从2级开始，哈斯卡的这个打法就是不说从2级开始，咱们说一下1级。哈斯卡不是1级无敌啊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的啊，这个心法。哈斯卡不是1级无敌。1级的时候是在换血的时候把血量打残，进入到2级之后，用这个狂闪之血慢慢的回血去跟对方打消耗啊，一定要注意我这个措辞，打消耗就是第一波上去，哎，我掉200血，你掉300血，我撤回来，然后呢，第2波上去，我再掉200，你再掉300，我再撤回来，但是我掉血了，我可以靠这个狂闪之血，我操！大家看见没？刚才就是那个他又追上去戳火猫，戳了4毛。对吧？戳了4毛，然后火猫就被烧死了，就是因为新的这个天赋，它可以燃烧敌人最大生命值的一个百分比啊，这个伤害真的很高。然后你看它的加点，这是一个很多新手都玩，如果新手哈斯卡的最容易出现的问题，3级的时候是1级毛2级皮啊，一定是2级皮，就是因为咱们刚才说那个心法是消耗为主。就是第一波上去，我打你200血，你掉300血，我撤回来，慢慢耗。你耗的血是很难补上来的，但是我耗的血可以很快的补上来。然后只要出现了斩杀，再上啊，再去跟他拼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对方就没有办法去击杀你，而一直处于一个血量劣势的一个情况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像他这么打。注意现在他这个走位是越兵线，不让你吃经验的，这都不是说跟你拼补刀的问题了。哈斯卡不用管补刀，我先把你压出经验区。就这个就非常的暴力了，对不对？不像别人说什么我补刀不好，我攻击高，我跟你拼补刀，他是我直接把你打飞了，你是直接被打飞出经验区了，你连经验都吃不到，然后我再回头正常补刀就行了，就是这么一个思路，先通过消耗，哎，然后把对方血量压低，然后越兵线去压他的血量。他血量一低，他不敢上来，你再回头补刀，千万不要进入到一个误区。哈斯卡站在原地摁 S 跟对方拼补刀，千万别这么打，这么打哈斯卡就彻底的废掉了。
因为哈斯卡是一个怎么说呢，越往后期打越疲软的英雄，因为他的输出其实都是偏魔法的。你看他这个2技能沸血之矛，这是魔法伤害，对吧？大招其实也是魔法伤害，是吧？1技能也魔法伤害。于是乎，等打到中后期了，对方的什么泳衣啊、团队的笛子呀、BKB 一出来，再加上高输出的那些大哥爆输出了以后，你打团的时候血量总是不满，很容易被秒掉。所以说，哈斯卡他的最厉害的就是前中期，就第一是对线是无敌的；第二前期 B 章 BKB 每出一个大件都是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节奏点，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些大的节奏点去拿盾，然后无限压制，最终取得比赛的胜利啊！这个基本上哈斯卡的比赛基本上都是2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概念。所以说比赛又快啊，上分也快是吧？然后也好赢。比如说你看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火猫知道自己绝对打不过，然后直接把蓝胖叫过来了，然后蓝胖做了一个骚操作，什么中路勾兵。啊，就是从中路把兵勾一大圈，啊，勾一大圈，勾回来，让火猫能够在塔下吃一个经验，这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，因为这么一来的话，蓝胖过来帮中路勾兵，虽然说能让火猫吃到经验了，但是呢，边路的压力随之也就增大了嘛。你一个酱油，你不去保大哥，你过来跑到中路去打一个双中，那这其实就是双中了，对不对？就被迫的打成了一个这种局面了。那这么一来，第一，你还是压不到哈斯卡。是不是这个问题？就是你只能说是能让火猫吃到经验，能补一些兵了，但是还是压不到哈斯卡。哈斯卡到6的速度还是很快，到6了，你蓝胖再敢过来，蓝胖又要死了。然后，并且边路的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就是边路的话，可能大哥那个发育有一点点受压制，是吧？这么一来，其实就是为了弥补一个问题，结果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，问题越来越多啊。然后咱们来看哈斯卡，就是出装很简单。就是一个魔棒啊，那个仙草，然后仙草就是为了跟对方对拼的时候去嗑一口啊，因为哈斯卡的血的质量是很高的，在前期，由于他有这个狂人之血啊，然后加点的话到6级就这么加，1级心炎，因为现在心炎收益很高，心炎现在是沉默啊，注意是沉默，就是击退和沉默还有伤害，这个沉默很关键啊，很多酱油被哈斯卡这个1技能心炎打一下，放不出技能就等死了。好，现在6级直接起脸，这个发条肯定是死了。火猫被戳4毛5毛，火猫是5级，没有飞魂，他必死了。就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死了，他已经被戳了这么多毛了。好，一波直接双杀。就刚才说的，你蓝胖过来，你能够让火猫吃到经验补到刀了，但是他经验和等级是落后的。哈斯卡一定是先到6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蓝胖分了那个火猫的经验，而且前期火猫又被单杀，那个哈斯卡一旦到6了，蓝胖就要死了呀，就酱油就要死了。所以这个是。节奏就起来了，一环套一环的滚雪球就已经出来了哈，然后直接利用前期的优势，鞋子、臂章就这么买就行了，就是其他的东西不要买什么护腕乱七八糟买一堆没有用啊，就是速起臂章，臂章起完了起跳刀，因为有了跳刀之后，你可以直接跳脸配合心炎沉默对方，然后再用大招起脸，对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。好，直接这个时候，你看他们的队友也很会啊，对吧？就是因为这毕竟是顶分局嘛，然后牛头跟拉比克是直接过来帮那个哈斯卡打节奏了，就是直接是越塔打了火猫，现在才根本到不了6级，现在才刚刚5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时候，火猫已经玩不了了，火猫又被戳了3毛，应该是要被烫死了吧？看一下，会不会被烫死？他是踢回去了是吧？是不是踢回家了？没有，是蓝胖踢下来给他喂了一个瓶啊！都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已经没得玩了。好，这时候他在踢的下路过来一个大招起脸戳黑弦，黑弦也是直接被戳死了。这么一来，既打崩了中路。那个操你妈程序员，没事，这个大家都熟悉啊，都是顶分局所有的人都认识啊，这个大家知道，都是好朋友啊，就是骂一骂就这么着了啊，就是都闹着玩的。你看牛头啊、黑弦都认识啊，然后也都知道哈斯卡是这个程俊的绝活，是吧？这么一来，中路打崩了火猫是吧？然后还把对方的蓝胖、发条都打到了中路了。然后就算都打到中路了，他也没有办法阻止哈斯卡这个狂暴的发育以及无解的压制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又跑到下路杀了一次黑弦，等于说把2路已经打崩了，对吧？然后臂章大魔棒，然后自己买了眼，就是方便看对方酱油的位置，以及补一把跳刀。有了跳刀之后呢，酱油基本上活不了，跳脸沉默，然后戳上2毛，你把他一晕或者给个减速，直接再起脸，对吧？这个起脸这个相当于一个位移嘛，我随时可以第2时间释放，因为跳刀是第1手进场，你可以把这个沉默理解为就大招理解为第2手进场。好，直接起脸水人波加 TP 啊，这个直接回家，他不回肯定是死，他就是必须要踢。
好，加点您看，就刚才说的这个火毛，一般来说在前期加两级就够了，就是还是主要是一个皮，有了这个皮之后，你才能够保证你的一个续航，不然的话你自己的消耗你也吃不起。火毛6级过来，直接是被沉默住了，拖了4毛用牛头接个板，他是没有看到牛头，他觉得自己肯定是死不了，他6级有魂了，终于可以在哈斯卡脸下吃点怎么说，吃点兵了，因为别人不敢来，对吧？别人不敢来，别人的话那个机动性没有这么好，被哈斯卡大招粘住肯定会死。火毛觉得他自己能活，但是后面没有想到蹲了一个牛头，吃了一个沉默时间刚到，砰，又是一个板，直接打死。好，这么一来的话，有了臂章，再配合兽王过来，直接去打入山。兽王应该已经支配了，看一下啊，兽王已经支配了，支配2只猪加一个人马，然后配合臂章来直接打盾。就说他们每出一件装备都是一波大节奏，然后这场比赛完完全全就是哈斯卡的一个经典教学局啊，就是这个节奏你们就按照这么打。有人说那个路人局中也没有酱油来帮我打中啊，那也没有酱油去帮对面打中啊，说这个道理。你真的认为路人局中会有人帮对方的中单什么中路勾兵？如果真能打成这个情况，恭喜你，你也不用看我视频了，对吧？你也打到顶分局了。一般来说，在正常的低端局里面啊，没有中路的酱油什么过来帮中路做完视野，然后在中路绕后勾兵，勾的中路让我方大哥去吃那个经验，很难的。好，这边一个跳到脸上，先戳2毛，大招减速，然后粘住1技能沉默，过来戳毛肯定是死了，然后切一下臂章。关于一键切臂章的这个操作手法，我之前的教学就是都有啊，你们可以搜索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把臂章调成2个快捷键，一个是普通快捷键，一个是那个智能施法啊，就是普通施法跟智能施法都设置成2个不一样的，比如说设置成3和 X， 举个例子，对吧？我当时就这么讲的，那个普通施法是3，智能施法是 X， 然后3个 X 都放到这个键位上，3个 X 同时一摁，哎，就是这个智能施法。你看这个火毛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。然后刚才是用那个无影拳躲了一个沉默，他当时躲不掉沉默就直接死了，因为牛头还在后面站着呢，又是刚才那个情况，被沉默住打，然后啪戳4毛，牛头一个板再戳4毛，你飞走都烫死了。好，这波是带盾带跳刀带臂章，然后无限扫图了，开始了，就这场比赛其实已经结束了，也就是你让一个哈斯卡只要正常的达到这个节奏就结束了。然后他现在无限扫图，没有人能够在他的面前站得住3秒，所以说只要队友打出信息说这儿有人，把视野排好，对方的人连上线都非常的困难。就哈斯卡一个人可以控2条路的线，就他往中路一站是吧，往对方野地一站，然后谁敢露线了，线不好了，你敢出来就是跳刀跳脸，1技能沉默，然后戳，然后沉默结束了，大招7连减速，戳死了。打哈斯卡不要拖到后期啊，就是很多人说，哎，哈斯卡后期不行，就刚才我刚说的，游戏你只要会玩，到不了后期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你只要会玩，游戏到不了后期。哦，直接跳过来，拖2毛发条，知道发条必死，然后直接是大招跳到那个蓝胖脸上，蓝胖戳了3毛了，也被烫死了，过来再3毛戳死了这个黑贤啊，一个人过来左戳一下右戳一下啊，直接是戳死了3个人。火毛过来是一个无影拳偷袭。无影拳偷袭偷了一个盾啊，哈斯卡很生气啊，直接往上去找火毛人，下架 BKB。就你只要打得多，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做不到像张成俊这么完美的节奏，对吧？你就是属于一个熟练度的问题了，你多打上几局，知道什么样的人必然能杀，你就去杀。什么样的人可能杀不掉，你就那个刷钱去打点装备，节奏一起来，打得多了啊，这种对于伤害的判断那个比较明确之后，你的这个胜率肯定会非常高的啊。就是你因为这个英雄对线无敌嘛，也就刚才说你把毒龙一办啊，没有天敌了是吧？然后呢，在前期把节奏带好，然后让队友该干啥干啥就行了。然后中期了有了什么 BKB 跳刀臂章了，配合队友一波打个盾或者打个第2代盾啊，无脑上高完事儿了，就游戏就结束了。你看他现在是稍微放缓了一下节奏啊，因为对面该有的等级都有了是吧？然后他有了 BK， 因为他现在没有盾嘛，在有了 BKB 之后盾一掉啊，那个因为刚才是被火毛偷鸡偷掉，如果他当时那个盾不掉，还能再带2波节奏。他打得很稳，因为知道他自己的人头太大了，10-0-1这个人头不想让对方拿头，稍微的稳一丢丢啊，把这个 BKB 打出来。有了 BKB 之后呢，然后下一波的时候又是一波无敌的状态。
啊。不过在扫图的过程中，队友插的眼是发现了对方的这个发条，然后想动一下发条的手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位置有点过于深入，而且你看地图上已经没有对方的人了，大概率对方的人可能会5人集合来干一波哈斯卡，对吧？大概率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地图上没有人，且他的盾刚掉，对方也肯定也知道这个信息啊。过来，牛头先一个板，发现个勾到了哈斯卡，哈斯卡这波觉得不对劲，你看这波张成军的处理非常的聪明和冷静啊。先骑脸骑到发条身上，你发现他没有狂暴输出，是在打拉扯，对不对？火毛进场，牛头一个大招大到了3个人啊，这3个人瞬间被秒了。他这波打得非常的聪明，这波其实才是老哈斯卡跟新手哈斯卡最大的区别，就是新手哈斯卡觉得我就是一个狂战士，我就是一个莽夫，我就是要干人，哎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看那个拒绝者这一波他打得很聪明，他首先观察了地图，知道地图上没有人，然后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，明白对方大概率5个人集合过来要干他了，因为他那个位置太深入了，而且他被发条发现了，所以说他一看对方人多，第一时间并不是直接冲着对方的核心地带，他没有盾的，对吧？他没有盾，他没有冲的核心地带，而是在边缘，谁在最外围他打谁，谁在最外围呢？发条勾了一下他戳了发条2下，哎，看发条这边没有人，骑了发条一下，骑了一下，打了一刀就开始往后走了，对吧？因为他要打拉扯，保证第一波不要被秒。然后当队友把输出打出来之后，他第2时间是2次回场切入的啊，这个就做得非常的棒，保证了对方的一个聚团，因为对方要秒哈斯卡，所有人都聚拢到一起了，给了牛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大的一个空间，哎，牛头一个大了三个人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时候哈斯卡2次进场打了对方一波团灭，其实这波打完了游戏就结束了。虽然说哈斯卡死了，虽然说让火猫拿到人头了，但是等级跟经济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个已经救不回来了。下一波就是 BKB 打一波，下一波就是 BKB 带盾，哎，对吧？就是你保证每一波出击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强势期，就有一个装备的更新啊，或者说有盾，按照这个节奏打，就是 B 章，哎，跳刀是吧 ？B 章跳刀带盾啊 ，B 章跳刀 BKB。B 章跳到 BKB 带盾啊，然后游戏就结束了。千万不要往后期拖啊，不要进入一个什么刷钱带球发育啊。一般来说打到大后期了，哈斯卡不厉害，但是前期的话，只要你能掌握住这个节奏，没有人能扛得住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人能扛得住。尤其是低端局视野做的又不好，中路水平也不高啊，越是水平不高的这种对线。你哈斯卡这个无敌的这个情况就体现的越明显啊！还是那句话，再不厌其烦的重复一下，把毒龙办了啊，剩下的都 OK。因为有人说火枪能不能打，火枪其实是在之前的版本能打，但是现在这个新版本它的那个火枪的射程不是被砍了嘛，然后打到大后期也许比较限制它，但是说实话，大后期能限制哈斯卡的英雄很多，然后所以说不用在意啊，不用在意。好，这波打起来了，而且他的 BKB 在运。先过来看一下第一波怎么进场，一个心眼打了3个人，而且是沉默了3个人，这把牛头一跳大，好，游戏结束了。这个水人被戳了无数刀，水人在一直转血，但是血转不上来 ，BKB 也好了，水人是直接被烫死了。你看那个水人一直在转血，血都转不上来，再别说正常人了。好，起脸一个心眼是直接戳死了发条，这波打完了以后，兽王加拉比克，打了一波2换4。盾还有40秒 ，BKB 还没有开过，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看一眼盾，他们应该是想去看一眼盾，或者说是把上路2塔一推，应该是队友帮看了，队友说是打赢了去看盾，牛头帮看了一眼说没有盾啊，然后那就推上路2塔。哎，发条个勾到了牛头，这边跳过来一个心眼，这是没办法了，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守高地了。守高地的话，就是面临一个什么情况，就是对方明摆着告诉你，明牌我要打盾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明牌我下个盾我要打，你怎么办？你只能放，你不可能说在这种局面你还要冲出来去找哈斯卡，一个带着 BKB 的哈斯卡去抢他们的盾。对吧？因为他的队友肯定会做视野的。哎，这边心妍过来，你的无影拳刚放过，大招减速沉默，直接戳死了。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有了跳刀加这个高等级的心妍沉默之后，人是不可能站得住的。就是你被沉默戳个3-4秒，谁能活得了啊？好，那个跳刀又好了，过来直接戳，跳上来一个大招。
完全就是一个人的个人秀，哎，对吧？就是哈斯卡出个跳刀，满世界扫图找人。然后有人说这个就是咱们看下天赋吧，那个刚才说了嘛，就是这个技能就是前期1级心炎2级毛满级皮1级大，然后之后呢再把飞雪之矛点满，最后再把心炎点满就行了啊，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加点方式。然后呢这个先天技能不用管，先天技能就是说是因为它现在没有蓝嘛。你的这个所有的耗蓝的物品是耗血的，比如说 BKB 什么耗30多的血，什么那个什么羊刀耗150左右的血，就这样子，就是把耗蓝的物品变成耗血了。天赋的话就是它10级没有加，15级加的是这个15%的吸血啊，然后呢到时候10级的时候可以加这个，就10级其实都不重要，你看它不重要你加哪个都行。20级的话减这个30%环绕之血恢复啊，加这个。他补了个飞鞋过来抓人来了，跳刀，啊，他上山了，他不管了。就是20级的时候加这个30%狂刃血恢复，能够让他变得非常的肉，有战斗力。25级的时候加这个飞雪之矛持续时间吧，不过推荐是最好不要打到25级，好吧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魔晶 A 杖，魔晶不重要 ，A 杖的话，除非是对面有特别灵活的英雄，就像什么帕克、蚂蚁，必须要让你去针对，因为出了 A 杖之后，就等于说相当于一个斧王的跳吼。啊，就是强迫对方攻击哈斯卡，然后并且提升施法距离，就相当于一个嘲讽，然后3秒的一个嘲讽还是很厉害的。但是就是只限于对方有这种超强的机动性的英雄啊。这边 BKB 一开，先拉扯一小波，回身戳水人，戳，好，先戳死了黑贤，然后等跳到 CD。就是哈斯卡他不是无敌啊，你们注意，他只是肉，他不是无敌。因此，如果你在团战像刚才他是不是又是第一波进场，然后放了个心炎，发现所有人都在他的，就所有的敌人都在他的身边，他处于一个被敌人集火的位置，这个时候是要拉扯一下的啊。他不是无敌，他不能说是扛着对方5个人的伤害随便打，所以说拉扯一波，从外围往里面削，哎，这才是正确的啊。好，牛头不是什么牛头，猛犸滚回来一个蓝胖，然后配合队友戳死他。啊，这波是中路高地破了是吧？破了以后，然后下一波应该是直接去打盾了。现在正好天亮。因为哈斯卡就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的打钱速度慢嘛，所以说你不要太着急的去不要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打钱上。他打钱慢，你就拿提人，哎，对方的人就是你的钱。以找英雄为主是吧？提英雄，杀人为赚钱的最主要的手段。这个时候他们可能打嗨了，但是我推荐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打盾，因为哈斯卡，他的容错率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，就是不要随便的去说什么送头啊，然后送2波可能就翻了啊。因此最好还是打个盾，你像现在这个情况是最好的。好，哈斯卡跳一个心炎。哎，这边是猛犸推出来一个发条，黑贤一个拉墙，牛头一个跳大，然后这边是哈斯卡 BKB 都没有开，直接戳就结束了，直接戳离谱。好，心炎，好一波完了，也团灭游戏结束。这就是哈斯卡，这就是这个英雄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场教学型的比赛，就是前期通过无解的对线压制对面，然后第一波出了 B 章之后配合队友打一波，打完以后 B 章加盾，然后 B 章加盾带跳刀是吧？然后呢 B 章跳刀 BKB， 就是每一次出击都有一个小件的更新啊，然后更新完了带一波节奏，打着对方就没有任何的翻盘余地了，满地图配合队友跳刀扫人。如果队友不做眼，你就自己埋眼，然后控制视野，自己扫图，然后哪队友多往哪走，然后去压制对方就行了。这个英雄打起来以后节奏感非常的爽，推荐大家去练一练，练会了真的很厉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